就在苏无忌和无面者队长伊兹拉激战正酣之时，武田雨衣正处于浑身极度冰冷的状态之中。当那一抹猩红之意映入眼帘的时候，他本能的想要把油门一踩到底，但是虚弱的身体却好像灌满了铅，根本使不上劲儿。显然，这一抹猩红之意能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危险感，只有一个答案：猩红之神来了。武田雨一扭头，正好迎上了那张戴着面具的脸。那面具上的纹路带给他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而那透过面具射出来的目光同样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此时苏无忌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不妙，剑势陡然间变得更加骤烈，烈烈紫芒如同狂风骤雨，将伊兹拉彻底笼罩。然而这个无面者的刑罚队长非常难缠，尤其是防御力简直是强悍的不成样子。伊兹拉和其他的无面者一样，也是丝毫没有痛觉，即便苏无忌的剑锋在他的身上劈出了许多道伤痕，却完全不影响他的进攻或防御动作。而就在武田雨衣终于提起力量挂上了倒档，踩下油门的时候，猩红之神已经抬起手来拍在了那防弹玻璃之上。砰一声闷响，这一掌看起来并不算重，可是坐在车子里的武田雨衣却感觉到一股强烈的震动。那坚硬的防弹玻璃上已经出现了蛛网般的裂痕了，而猩红之神的手在拍了一下之后并没有拿开，手掌依旧按在上面持续施压。而这位天神似乎游刃有余，甚至不怎么着急动手，明显并未特别发力，但玻璃上的裂纹却仍旧在蔓延着。他一出手就带着浓烈的压迫感，似乎这一片战场尽在掌控，这里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在黑暗世界里久居上位才能养成的气场。武田雨衣的俏脸已经没什么血色，因为他即便挂了倒档，几乎把油门踩到了底，车子却是纹丝不动，根本无法后退。因为4个身穿猩红色战斗服的男人正如铁桩一般死死地顶在车子的后面。看这衣服，他们竟是猩红神卫。之前猩红神卫在南离一战中几乎要被游侠神殿的几大天王给屠戮殆尽，而现在看来，他们竟然在短时间内又得到了有效的战力补充。又或者猩红神卫的数量并不止本身的12个，也不知道这4个神卫是如何调集起来这么凶悍的力量。此刻他们4人齐齐侧身，结结实实地抵住了车子的后备箱，硬生生地把咆哮的越野车钳制在原地。而这个时候，武田雨衣只能选择挂倒档，因为苏无忌正在和伊兹拉队长在不远的前方交战。如果武田雨衣踩着油门向前冲，必然会撞到对方，后方似乎是他唯一的出路。然而当猩红之神用那戴着手套的手将车窗玻璃按碎的那一刻，武田雨衣忽然把倒档切换成了前进档，车子如同脱缰猛兽般向前猛冲。而这个动作明显有些出乎猩红之神的预料，他的手刚刚按碎玻璃，还没来得及抓住武田雨衣的头发呢，轮胎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尖笑，甚至青烟裹挟着淡淡的焦糊味道瞬间弥散在空气里。这个变故其实很快，绝对不是临时做出来的，一切都在电光石火间。显然武田雨衣对此早有准备，看这轮胎的疯狂转速就足以说明他刚刚挂到档的时候根本没把油门踩到底。
本来轻描淡写的猩红之神居然阴沟里翻了船，他的手只来得及抓住了窗框。可是武田雨衣这一下冲得极猛，势若奔雷。这窗框又是经过了防弹材料的改装，异常坚固，以猩红之神仓促之下所用出的指力，甚至都没来得及把窗框扯得微微变形，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台防弹越野车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而此时苏无忌和那伊兹拉就在20-30米之外的路中央激战呢，以这越野车的速度简直是眨眼就冲到了。而武田雨衣死死攥着方向盘，油门依旧踩到了底，没有半点减速的意思。看着冲击的架势，妥妥的能把前面的那两人撞飞。快点！武田雨衣在心中默念，呼吸已经近乎于停滞。下一秒，越野车已经悍然闯入了战圈之中。武田雨衣的眼睛里已经充斥着紫色和暗金色交织在一起的光芒。苏无忌明明上一秒还在和伊兹拉打得难解难分，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像是脑后长眼一样，身形陡然腾空而起，一个干净利落的翻腾甩脱了伊兹拉的攻击，直接落在了越野车的顶上。不，确切地说，武田雨衣已经提前打开了天窗。苏无忌的双腿精准地落进了天窗里。当他的双脚踩在副驾座椅上的那一刻，越野车的车头狠狠撞上了伊兹拉的身体。漂亮！苏无忌忍不住地喊道。这位无面者队长之前被苏无忌挡住了视线，当后者腾空而起的一刹那，越野车便已经撞到跟前了。砰！一道巨大的撞击声轰然响起。这一刻，似乎这一片夜空都被狠狠震颤了一下。全速撞击的越野车所蕴含着的动能何其庞大，伊兹拉的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被狠狠抛飞了出去。他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沉重的抛物线，重重砸在10几米开外的地面上，翻滚了好几圈才勉强停了下来。不过这个刑罚队长的强悍实力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遭受如此重创，他竟然在1秒钟之后便立刻翻身而起，再度腾空。这生命力简直非人。然而这个时候，武田雨衣那本来稍稍减速的车子忽然2次加速，正好又驶到了跟前。这时机似乎都是计算好的。砰！毫无花哨的2次碰撞，这伊兹拉再度被结结实实的撞飞了出去，又一次飞了10几米。武田雨衣开着车还想要冲过去完成2次碾压，不过这时候还没落地的伊兹拉忽然在空中毫无借力的一拧身，生生改变了下落的方向，坠落到了公路之外的树林里。这一下，武田雨衣的越野车开不进去了，身后还有猩红之神和几个神卫，他只能选择沿着公路一路飞驰。苏无忌咧嘴一笑，说道：脑子还算够用，和我配合的挺好啊。其实回想刚刚的场景，两人看起来配合的不错，默契度也挺高，可实际上完全是在生命的边缘走钢丝。但凡苏无忌的反应慢上半秒钟，现在被撞飞的可就是他了。谢谢夸奖。武田雨衣面无表情地说道，他的目光直视前方，速度丝毫不减，攥着方向盘的手看起来还挺有力气的。现在看来，之前在猩红之神面前所表现的虚弱无力，确实是多多少少发挥了一些演技。苏无忌说道，刚才如果我没意识到你要做什么，你会踩刹车吗？武田雨衣的语气里听不出任何的情绪，
把你撞死，我正好恢复自由了。苏无忌说心里话，我来不及踩刹车的。武田雨衣说道。但我知道，以你的脑子，不可能想不到我要做什么。苏无忌对我就这么有信心？武田雨衣轻轻地嗯了一声，但他随后又补充了一点：我会选择冲下公路。其实，在苏无忌腾身而起的一刹那，武田雨衣已经准备打方向了。公路和旁边的树林还有1米多的落差，这种时候猛打方向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冲下公路，而是翻车，而且还是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的那种翻车。这个答案我很满意。苏无忌说道。武田雨衣转头看了他一眼，他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眼花了，自己似乎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线认可。武田雨衣开着车子一路狂奔，后视镜里早已经看不到了猩红之神的身影了。当然，麦耶斯和阿图罗这2名禁卫此刻也不知道已经被甩到哪里去了。你安排的支援力量怎么还没到？武田雨衣问道。苏无忌呵呵一笑，我从头到尾都没说过我安排了别人来支援啊，都告诉你好几遍了，你又不相信。武田雨衣，那你好不容易把猩红之神引出来，现在又要甩掉他，目的在哪里？苏无忌说道。我就不能开车兜风吗？武田雨衣抿了抿嘴，能好。他实在是猜不透身边的男人要干什么，猜累了。自己是个正常人，怎么可能猜到一个神经病要干什么呢？估计你也累了，换我来开车吧。苏无忌说道。武田雨衣的脸上都是虚汗，鼻翼上都布着细密的汗珠，即便之前已经恢复了一些体力，但此刻也是消耗很大。不用，你。武田雨衣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苏无忌就已经揽着他的腰，将他拉过了中央扶手，揽到了自己的腿上。在这个过程中，武田雨衣还得伸手控制住方向盘，而苏无忌随后抬腿跨到了驾驶座。这个动作实在是有些近距离了，2人的大腿摩擦而过，这让以前几乎从不和男人有肢体接触的武田雨衣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们接下来去哪里？武田雨衣问道。我希望你能真诚回答我这个问题。苏无忌这次没有再说谎，而是随口说出了一个让对方非常震惊的答案来。来都来了，当然是去搞了猩红之神的老巢了。武田雨衣有些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你要冲击猩红神殿的所在地？这里又不是阿尔卑斯山的黑暗之城。在黑暗之城的那幢暗红色建筑并不是这个势力的总部，苏无忌说道。而大禁锢场所给出的位置才是真正的猩红神殿所在地。顿了顿，他很严谨地补充了一句，这地方不一定是总部，但一定对猩红之神很重要。说着他踩着油门，车子加速冲过了前方的岔路口，而有10台车早已经在岔路口静默等着了。苏无忌这么一冲过去，他们的车灯骤然亮起，发动机骤然轰鸣，迅速跟上，杀气腾腾。此时的武田雨衣已经看到了路边的警示牌，前方1公里军事禁区。武田雨衣这才猛然意识到，苏无忌之前根本没把真正的坐标位置告诉他。现在回想起来，大禁锢场要帮自己的妹妹躲避无面者的7日追杀，所给出来的坐标必然是最方便找到猩红之神的地方。
自己始终在近距离地猜测着苏无忌的一举一动，却把如此明显的证据给忽略了。这个时候的武田雨衣简直想要使劲打自己的脑袋。我真是太迟钝了。他暗自咬牙，笨死了。怪不得苏无忌此刻开着一辆防弹车，这辆车说不定并不是为了保护他的，而是为了冲击猩红神殿而提前备着的。苏无忌完全不在意身边的姑娘此刻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他的目光正紧紧盯着前方，声音非常冷静，说道：那里早已经不是什么所谓的军事禁区。斯洛伐克政府在改换路线之后，这些年对全国的控制力衰退太多，这个军事禁区早就在10年前就裁撤了。可是猩红神殿居然能够暗中鸠占鹊巢那么久，来来往往的人们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出偷天换日实在是玩得够漂亮的。显然某些知道这里情况的政客已经被提前买通了。不过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曾经那些被猩红神殿买通的政客们现在基本上也都被动消失了。真是难以置信。武田雨衣轻轻地吸了一口气，他越发觉得身边这个男人的脑子好用到了不可思议。或许从安排洛克斯去找大禁锢场的妹妹开始，他就已经筹划今天的行动了，简直是妖孽。以往武田雨衣总是自诩谋略过人，但和现在的苏无忌相比，他不禁觉得自己还是缺少了一点天赋，甚至他竟然第一次感受到了智力上的压迫。这个时候，武田雨衣忽然提高了声调：小心！前方的军事禁区门口已经有2名卫兵对着他们的车子开火了。不过子弹打在前面的防弹玻璃上，只留下了浅浅的痕迹。哒哒哒哒哒，又有好几发子弹接连射来，那是围墙哨塔上的哨兵在开火。苏无忌握着方向盘的手丝毫不抖，眼神锐利至极。他非但不减速，反而猛踩油门，直接撞飞了2名卫兵。随后越野车的车头便狠狠撞上了这军事禁区门口的大铁门。2扇看起来有些年月的大门根本形成不了太多的阻挡效果，直接被从中间硬生生地轰然撞开。在车子冲进了这一片所谓的军事禁区之后，枪声顿时变得更加密集了。几十道身影从营房里冲出来，他们手持各式枪械，对着苏无忌的车子不断扫射。不过从头到尾，这些枪声都和正常的枪声不一样，听起来似乎要更沉闷一些，像是鞭子抽打空气发出来的声音。明显所有的枪支都装上了消音器。毕竟这里是欧洲腹地，并不是混乱无序的非洲与拉美，就连猩红神殿这群没人性的疯子也不得不顾及枪战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把头低下！苏无忌喊道。他喊完了之后，抬手按着武田雨衣的脑袋，同时自己也变成了半躺的姿势来开车。之所以这样，完全是主驾驶的玻璃之前被猩红之神给打碎了，有2发子弹从窗户钻进来，斜斜打在了天窗上，随后子弹折射，钻进了后排座椅。现在的主驾驶无疑是整台车上最危险的位置了。武田雨衣忽然想到，苏无忌刚刚突然要跟自己换位置，难道是为了把最危险的地方留给他自己？他正在分神的时候，苏无忌的声音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做好准备要撞人了！砰砰砰，接连7、8道闷响声传来。苏无忌开着这辆改装过的越野车，一路狂暴地横冲直撞，
把好几个穿着斯洛伐克军装的猩红神殿成员都给顶飞了。而在把人顶飞之后，车子根本没有丝毫减速，直接就碾压了过去。这越野车经过了整体的防弹改装，重量超过了4吨，这一下碾压过去，那些猩红神殿成员们伤势最轻的也得缺胳膊少腿。而跟着苏无忌冲进来的那10台车，也都是做出了同样的冲撞和碾压动作。这些游侠神殿的战士们用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撕裂猩红神殿的防线。他们看起来还挺尊重斯洛伐克官方的颜面，起码没有直接亮出各种大威力、重火力武器。如果弄来几架武装直升机，像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那样来上一场轰轰烈烈的火力覆盖，当地政府估计就真的要疯掉了。11台车疯狂冲撞，把这一片军事禁区的防守人员撞死撞伤了70%-80%。这一片所谓的军事禁区，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特殊的，有几排2层楼的营房，一栋4层小楼，这小楼估计是以前的军官办公地点，除此之外就只剩靶场和训练场了。行了，礼貌也用得差不多了。苏无忌对着通讯器说道，毕竟不能忘了咱们黑暗世界的身份。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其余车子的天窗上已经架起了机枪，开始对着那幢4层办公楼和营房疯狂扫射。这些机枪也加了消音器，只不过效果非常普通。这个时候10挺机枪所喷吐出来的子弹如同金属风暴，在短短时间里就将办公楼的门窗玻璃撕得粉碎。也就是在这一刻，数道身穿猩红色战斗服的身影已经从楼上飞身跃了下来。苏无忌眼光一扫，便数清楚了，13人。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猩红神卫，但是看他们的身手，绝对不是普通战斗力。不过在落地之后，有一个家伙却没能站稳，而是单膝跪在了地上。因为就在他飞身跃下的时候，机枪子弹在他的右腿上留下了2个弹孔。其余的12道猩红身影在落地之后立刻犹如鬼魅一样的散开，速度很快，那些机枪子弹并没能追上他们，难以造成有效杀伤。那个右腿受伤的猩红神殿成员反应也是极为迅速，在单膝跪地之后直接朝着一旁扑倒，连续快速翻滚，躲避着游侠神殿的射击。他滚出了10几米，正想起身靠着左腿的力量冲出去，可这时候一辆越野车却轰鸣着迎头而来。砰！这个猩红神殿的成员脑门和坚硬的引擎各来了个亲密无间的接触，他的额头直接被撞瘪了下去，身体旋转着高速倒飞而出。正是苏无忌开的车。坐在漏风车厢里的武田雨衣甚至清楚地听到了头骨被撞到爆开的声音。而这时候，那12名猩红神殿的精锐成员纷纷抽出了长刀，狠狠斩在了那些改装越野车的轮胎上。现场接连响起了轮胎爆开的声音。游侠神殿的精锐们纷纷从车门和天窗中跃出，他们也抽出长刀，和猩红神殿的成员近距离激战着。在车里好好待着，见势不妙直接跑。苏无忌说道。你又要下车了吗？武田雨衣说道。她从来不是个需要寻找依靠的女人，但此刻却本能地觉得，在这种乱战的环境里，和这个男人待近一些会更有安全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巨大的撞击声忽然自头顶上传来，越野车都随之狠狠震了一下。
那防弹的天窗已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透过这些裂纹，武田雨衣已经赫然看到了一个身穿无面者战斗服的身影。此人的衣服上有着暗红色的袖口，居然是之前被武田雨衣接连撞飞2次的无面者刑罚队长伊兹拉。这家伙的生命力真是强悍到可怕。而这时候，伊兹拉抬起了拳头，重重地砸在了天窗之上。那布满了裂纹的窗户终于不堪重负，直接轰然爆碎，无数碎片落在了车厢里。武田雨衣本能地抬手捂住了头脸。而这时候，苏无忌陡然从驾驶座上腾身而起，把即将进入车厢的伊兹拉顶了出去。他们直接落在了10几米开外，两人都是顾不得起身，互相冲着对方爆裂挥拳。一时间烟尘纷飞，气爆声不绝于耳。此刻苏无忌和伊兹拉都是在毫无花哨的硬碰硬，这么近距离的拳拳到肉，让他们彼此都没有机会取出兵器来。武田雨衣这时候依然还能保持冷静，他直接跨到满是防弹玻璃碎片的驾驶座上，挂上了前进档，聚精会神地盯着交战现场，随时准备冲撞过去。不过随着一道巨大的气爆声响起，交战的两人同时暴退，拉开了距离。原来是苏无忌一记结结实实的膝撞顶在了伊兹拉的胸口。在之前被车辆撞击的时候，伊兹拉的胸口就已经凹陷了下去，此刻完全是凭借着强悍的生命力和对痛觉的无感才追到了这里。然而伊兹拉虽然感受不到疼痛，但是他终究还是个人，他对伤害的承受力是有极限的。苏无忌刚刚那一记膝撞，让他胸口的凹陷度又明显严重了，内伤也加剧了不少。显然武田雨衣那2次凶狠又精准的撞击，对于整个战局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影响。噗！伊兹拉似乎被这一记膝撞顶到了强弩之末，他再也支撑不住身体，单膝跪地，一大口鲜血已经随之而喷了出来。而下一秒，苏无忌便杀到了这位刑罚队长的跟前，紫色软剑陡然缠绕上了他的脖颈，一拉一拽，伊兹拉的脑袋已经旋转着飞了起来，鲜血大面积的泼洒。可这时候武田雨衣忽然神情骤变，高声喊道：小心！因为一道猩红色的身影已经如闪电般的由远及近，迅速杀至苏无忌的后背位置。猩红之神也来了。猩红之神的突袭真是狂猛至极，似乎这一片天地之间都充斥着无穷的杀机。在武田雨衣看来，这位天神的胸腔之中必然充斥着数不清的怒火，如果换作是他，必然也会生出将苏无忌碎尸万段的心思。秘密基地居然被苏无忌给发现了，并且近乎于彻底陷落。苏无忌今天晚上的行为绝对是在践踏猩红之神的底线。武田雨衣即便看到了那爆裂的血色身影，也根本来不及踩油门撞过去阻拦，只能做到出声示警。然而以他对武学的理解，苏无忌根本不可能避开这一击，即便那位强大的大才绝掌在这里，也不可能躲得开。显然他对苏无忌的了解还是太少了，对大才绝掌席尔瓦的了解更少。猩红之神的手掌已经抬起，眼看着就要落在苏无忌的后背上了。哪怕隔着10几米，武田雨衣也能够感觉到这一掌中蕴含着毁灭性的狂暴力量。要是挨了这爆裂一拳，他还有得活吗？这威势实在是太恐怖了，
怕是苏无忌的整个后背都要被猩红的手掌给拍到当场爆开。直到此刻，武田雨衣也还是不相信苏无忌没有安排后手。可是如果他有强援的话，为什么现在还能沉得住气不出场？难道这个华夏青年真的准备以一己之力硬汉这位曾经威震黑暗世界的天神？武田雨衣总觉得苏无忌不可能这么莽撞，凡事总留着一重重后手才应该是他的风格。轰！剧烈的气爆声已经悍然炸响，这一掌拍出，仿若平地起惊雷，烟尘已是冲天而起，无边的气浪朝着周围疯狂席卷。这一次攻击过后，猩红之神站在原地岿然不动，而一道年轻的身影已经倒着飞出了战圈。武田雨衣的心骤然一紧，似乎都忘记了呼吸，攥着方向盘的手指节已然发白了。因为此刻身在空中的正是苏无忌。难以置信，武田雨衣的心中极为震撼。他的眼睛分明捕捉到，在猩红之神的手掌即将落到苏无忌的后背上之时，后者竟是硬生生地完成了转身，拳头狠狠轰在了对方的掌心里。在双方对轰的那一刻，周身的力量已经在苏无忌的拳头之上迅速凝聚。现在经过了这数次实战之后，苏无忌调集力量的速度已经是越来越快了。不过当拳头命中手掌的一瞬间，苏无忌感觉到自己仿佛打中了一面钢铁之墙，强烈的反震之力传来，让他的整条胳膊都发麻了，身体高速倒飞出了战圈。不过苏无忌虽然人在倒飞，但却并没有失去重心。他借着那强悍的反震之力在空中翻腾卸力，连续翻腾了好几圈，动作甚至称得上相当漂亮。猩红之神看了看他的动作，面具后面的眼睛里唯有意外。他似乎并没想到，这个青年在身体被打飞的情况下，居然能完成这么完美的卸力动作，而刚刚从对方拳头上传来的力量，明显远超他这个年龄段所能拥有的实力。即便是自己当年在未经基因改造的时候，也不可能输出这么强悍的力量。距离上次在罗马交手才隔了短短半个月，他似乎又进步了。以猩红之神的毒辣眼光，现在也看不出来这个青年的上升极限到底在哪里。不过即便心中非常意外，猩红之神的瞳孔里也看不出丝毫的震惊。苏无忌还未来得及落地，他便又是往前迈了一大步。砰！这一步踏在地上，仿若巨石从高山砸落地面，仿佛引起了轻微地震，就连坐在防弹车里的武田雨衣都清晰地感觉到了微微的震感。这一次攻击，猩红之神的速度明显更超之前，所过之处空气都被挤压出刺耳的尖啸。苏无忌心中的危险感已经无比浓烈了。他用最短的时间让自己的力量在体内完成了内部旋转，随后整个人在无可借力的空中硬生生地拧转身体。与此同时，全身的劲气疯狂涌至手臂。在刚才两人对拳的时候，苏无忌用的就是这种最简单最质朴的方式，调集全身的力量来硬碰硬。虽然双方的实力差距相当明显，但他似乎也想找到这位强悍天神的防御极限在哪里。苏无忌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蚍蜉撼树，他知道自己其实并不需要坚持太久，但好不容易有和这种顶级天神交手的机会，他实在是不想错过。虽然啃老很爽，
可苏少爷还是多少有点上进心的。如果遇事就找强援，自己这辈子都没法突破天际线。上一次金泰珠在南离对第一猩红神卫加列戈斯出手，苏无忌想来都觉得很遗憾。多好的磨刀石，就这么错过了。砰！两人拳拳相对，又是一道爆裂的气爆声随之而炸响。苏无忌虽然被打得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但并没有像抛物线一样飞起，而是整个人贴着地面，高速翻滚出了20多米，就像是被一辆高速行驶的重卡狠狠撞击了一样。而在烟尘之中，血色光芒骤然一闪，猩红之神的血色披风一展，又杀至眼前，快到了如同幻影。武田雨衣连小心这个词都喊不出来，他只听到一道爆裂的撞击声响起，紧接着一道年轻的身影便从烟尘之中高速倒飞而出。下一秒，武田雨一变，感觉到车身巨震，眼前的视线被瞬间遮挡。因为苏无忌的后背已经狠狠砸在了车子的前挡风玻璃上了，连子弹都没能打穿的防弹玻璃，此刻被撞得轰然爆碎。苏无忌也因此直接摔进了驾驶座，武田雨衣差点被他给砸晕了过去，喉咙之中也涌出了一股强烈的腥甜味道。还好有防弹玻璃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力，不然苏无忌这一下说不定直接能把领风组大小姐砸到香消玉殒。后者硬生生地忍住了吐血的冲动和头晕的感觉，问道：你怎么样？我没事啊。苏无忌说了一句，抬手压住了武田雨衣的胸口，艰难地撑起了身子。从前引擎盖滚了下去，他伏羲站稳，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揉了揉左边肩膀，眼神沉静，并不慌张，似乎还能再战。然而下一秒，苏无忌便是一张嘴吐了一大口血。看着他这一口血吐出去，武田雨衣也忍不住了，他捂着极为疼痛的胸口，把头伸出窗外，也吐出了2口血。撞得好重，他心中吐槽，肯定撞肿了一大圈。猩红之神淡淡开口，声音之中听不出丝毫的情绪。和上次相比，你的力量运用有所提升，但也仅此而已了。事实上，之前苏无忌在罗马的时候曾经打中过猩红之神，当时他的最后一拳更是打得对方披风巨震。当时据艾斯戴尔所言，苏无忌那惊艳的攻击说不定已经伤到了强大无边的猩红之神。苏无忌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继续深呼吸着，调整着紊乱的气息。他说道：安杰洛，你的人都快要死光了。此时那12个身穿猩红色战斗服的男人在游侠神殿精锐的包围下死伤惨重。他们的个体战力很强，可游侠神殿这边基本上都是以5打1，团战的配合又是极为默契，这些疑似猩红神卫的家伙很难在巨大的人数劣势之下完成反杀。通过这一战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猩红神殿极少进行团战的阵型训练，他们只注重个体战力的提升。不过游侠神殿这边也是出现了1/3的伤员，损失也不算小了。然而对此，猩红之神毫无反应，甚至都没有多看一眼。再来一次。苏无忌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忽然身形一闪，急速向前。这从静止不动到极致冲刺，中间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缓冲。武田雨衣觉得自己的眼睛似乎都花了，在他的视线成像中，苏无忌只留下了道道残影。越是近距离地观察这个青年出手，
武田雨衣越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很难战胜他了。在他看来，无论是头脑还是个体战力，苏无忌就是毫无争议的统领无敌。强烈的挫败感再次从心底涌出来，无论如何都压不下去。下一秒，武田雨衣的眼光本能的一凝，因为一道湛湛紫芒已经披入了夜色中，也亮起在他的眼睛里。苏无忌的紫色长剑裹挟着无比凌厉的劲气，狠狠斩向了猩红之神的脑袋。然而后者的猩红披风骤然一展，迎风而起。在武田雨衣的视角里，那披风简直像是一片滔滔血海，直接把紫色长剑给生生淹没在了其中。两种光芒的体量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苏无忌的身形甚至都被那宽大的披风给吞没了。武田雨衣的心再次提了起来，现场烟尘四起，他只能听到气爆声与精铁交鸣之声，却什么都看不清楚。起码苏无忌还在战斗，哪怕处于明显的弱势和逆境之中，这个青年也始终没有想要放弃过。可是在武田雨衣看来，如果强援再不出现，苏无忌就算是再顽强，也肯定会被猩红之神打死的。而就在这一刻，一道耀眼的紫色剑光忽然自交战区域中心出现，起码这凌厉至极的剑光给武田雨衣造成了一种视觉错觉，简直是冲天而起，像是要贯通天地。一道更加清晰的精铁交鸣之声已经随之而传进了他的耳中了。轰！紧接着一道身影便从战圈之中倒飞了出来，正是苏无忌。他的身体划出了一道抛物线，重重地摔在了引擎盖上，整个车身都被砸得剧烈震颤了一下。在苏无忌砸落的瞬间，一道血箭已经从他的口中喷出来了，看着喷血量，必然内伤已经很重了。而猩红之神居然并未追击过来，他站在原地缓缓地抬起了手，摸了摸自己的面具。武田雨衣分明看到，在这位天神的面具上竟然已经出现了一道剑痕。就在武田雨衣准备下车的时候，躺在引擎盖上的苏无忌已经用胳膊肘艰难地撑起了上身。他剧烈地咳嗽了好几声，引得胸口火辣辣的疼痛，却咧嘴一笑，说道：安杰洛，你这面具的质量也不怎么样吧？这句话里透着浓烈的快意，哪怕胸前一片血迹，哪怕口腔里都是浓郁的血腥味道，可是苏无忌的心里还是爽快无比。这一仗虽然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但却让他感到了久违的酣畅淋漓。和这种顶尖强者用尽全力的交手，那种精神冲击和肾上腺素的飙升，简直比啪啪还要痛快。虽然感觉到身体已经被猩红之神掏空，可确实是爽翻了。武田雨衣怔了怔，他忽然觉得这种在生死边缘所迸发出来的快意恩仇，竟是让他有了一股心生敬佩乃至于隐隐羡慕的感觉。这种类似的快意模样，他之前从未在其他的男人身上看到过，甚至这和以往那个精于算计，总是行走于背后阴影之下的暗影天王形象也有着极为巨大的差别。对于那些擅长用头脑的人，勇气反而是他们最容易缺失的品质。毕竟在他们看来，悍不畏死这个词往往可以和不必要的愚蠢画上等号。但是苏无忌并非是这样，他看起来是在螳臂当车，可是却居然真的伤到了猩红之神。在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面具上
留下了清晰的剑痕。看着猩红之神面具上的伤痕，此刻武田雨衣甚至都感觉到了浑身的热血在沸腾。面对强敌，永不言退，化不可能为可能，化腐朽为神奇。自己自诩擅长智计布局，可却从来不曾做到这般。武田雨衣忽然觉得自己似乎从这个青年的身上学到了一些非常难得的东西，以弱博强，以力破局，纯粹而炽烈，竟是如此让人心驰神往。这一次欧洲真是没白来。猩红之神的手轻轻抚过面具上的剑痕，动作似乎出现了微不可察的迟滞。他看着艰难撑起上半身的苏无忌，面具后面的漠然目光深处终于泛起了一丝极其细微的波澜。那不是愤怒，不是震惊，而是一丝被比自己弱小很多的小孩子用石子砸疼了的讶异感。你很好。猩红之神开口，声音透过面具似乎带上了一种冰冷又沉重的感觉。他缓缓地说道，看来我要对你重新进行评估了。武田雨衣能够听出来，猩红之神的声音里所蕴含的不再是居高临下的漠视，终于带上了些许情绪。那种所谓的情绪，正是杀意。是的，哪怕秘密基地被毁掉，哪怕那么多手下伤亡，都没有让猩红之神产生像现在这般纯粹又浓烈的杀意。苏无忌从引擎盖上挪下去，左手用紫色长剑拄着地面，右手抹去嘴角的血迹，身形微微一晃，差点歪倒在地上。然而就在这一刻，一双微凉的纤手从旁边伸了过来，扶住了他的手臂。不过由于这双手似乎也没太多的力量，于是对方的柔弱身体也贴过来，抵住了苏无忌那摇摇晃晃的身躯。苏无忌一扭头，看到了武田雨衣那近在咫尺的侧脸，他咧嘴一笑，你没必要扶我。说着，他试图将手臂从对方那并不算有力的搀扶中抽出来。武田雨衣拖着虚弱的身子下车扶人，却连一声谢谢都没得到。要是换做其他人，早就心里不平衡了。可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失落，依旧紧紧贴在苏无忌的身边站着，用柔软却坚定的身体给他提供着支撑力，似乎根本不在意对方对自己的那些评价。你回到车上去。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站在这儿离我那么近，是想陪我一起死？你已经彻底激怒了他。武田雨衣盯着远处的猩红色身影说道，你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已经无力再站了。关你屁事。苏无忌喘着粗气，没好气地说道，这里不需要你来献殷勤。武田雨衣冷冷一哼，尖酸刻薄，毫无风度，一点都不绅士。不过话虽如此，可看着身边这个浑身浴血却依然尽力挺直脊梁的身影，看着他眼中那快意的目光和从不曾熄灭的战意，他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此刻的武田雨衣终于明白，苏无忌的后手或许从来都不是某个隐蔽于暗处的强者，他最大的倚仗就是他自己，计算无一策，又坚韧不屈。武田雨衣知道，和苏无忌相比，自己最缺少的就是这一颗悍不畏死的杀伐之心。原来这才是真实的套。他在心中暗暗道。苏无忌呵呵一笑，吐了口带着血沫的唾沫。我像不像绅士和你有什么关系？咱俩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朋友，我又不可能和你这样的女人谈恋爱。武田雨衣面无表情，彼此，我也不会意。
顿了顿，他补充了一句：永远都不可能。话说到这里，他那抓住苏无忌胳膊的手指忽然一紧。他来了。猩红之神已经开始缓缓迈步了。苏无忌随意抬手按在武田雨衣的胸口，把他往后推了推，说道：你上车离开这里。感受到了手感的区别，他扭头看了看。不好意思，不是故意推你这儿的。这一声道歉和之前没好气不耐烦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武田雨衣却没接这句话，似乎他根本不在意苏无忌刚刚的无意动作。这姑娘其实很清楚，自己如果继续待下去，一定会成为苏无忌的累赘。可是她却本能地觉得自己不能退。如果退了，那么自己心底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那一簇火焰，也要随之而熄灭了。怎么还不走呢？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有病吗？上杆子的要自杀。武田雨衣的脚下不动，目光平静，说道：我又不傻。苏无忌呵呵冷笑，嘲讽道：可是你也不聪明，甚至某些时候相当愚蠢。武田雨衣又摇了摇头。其实你愚蠢的时候比我更多。他话语中的某个形容词显然是褒义的。这个男人所谓的愚蠢，带着一股强烈的男人味儿，让此刻的领风组大小姐极受触动。苏无忌咧嘴一笑，他看着步步逼近的猩红之神，非但没有任何恐惧，反而咧开嘴，染血的牙齿在夜色中显得有些动人。武田雨衣，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已经彻底打不动了？我所安排的强援应该亮相的。苏无忌说道：基于这个原因，你才献殷勤一样的站在我旁边。我的确是这样分析的。武田雨衣坦然地说道：但和献殷勤无关。然而就在这句话最后一个字落下的瞬间，他的瞳孔已经骤然紧缩，强烈到极点的危险感已经从武田雨衣的心中汹涌而出。因为本来缓缓迈步的猩红之神忽然间加了速，他不再是慢慢逼近，而是身影陡然变得模糊，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道撕裂夜空的猩红色闪电，朝着此地直扑而来。这速度快到了极致。小心！武田雨衣喊了一声。然而这句提醒刚刚出口，苏无忌的身形便是一闪，直接从他身边消失了。他那内伤不轻的身体此刻居然爆发出了巨大的潜能，左脚猛然一踏地面，拳头高高举起，整个人如同一张拉满了的强弓。武田雨衣虽然在武学方面的造诣不深，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苏无忌已经把他全身残存的所有力量以及那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尽数凝聚于这一拳之上。面对猩红之神的攻击，他居然不闪不避，以攻对攻。感受着那个年轻身影上所散发出来的一往无前的气势，武田雨衣再次感觉到心跳仿佛漏了一拍，呼吸似乎都本能地停滞了。轰！气浪呈环形炸开，卷起满地的尘土与碎石。武田雨衣的身体本来就虚弱，此刻被这无形气浪推得飞起好几米，重重地摔在土堆上。在拳拳相交的那一刻，苏无忌的身影静止了1秒钟，随后他便如同被高速列车正面撞击一般，再次倒飞了出去。从苏无忌口中所喷出的鲜血在空中划出一道刺目的猩红色弧线，他重重摔落在地，翻滚了10数圈后，正好滚到了武田雨衣的旁边，脑袋甚至巧之又巧地枕在了对方的小肚子上了。而苏无忌手中的紫色软剑也脱手飞出，
插在不远处的水泥地面上，剑身剧烈嗡鸣。他试图撑起身体，却只是徒劳地引发更剧烈的咳嗽，显然体力已到了极限。无奈，苏无忌只能再度躺回那柔软又平坦的小肚子上。然后他一歪头，控制不住地张开嘴，鲜血像是不要钱一样的吐出。于是武田羽一便感觉到自己大腿和小腹都被苏无忌的鲜血浸得温热。混蛋，往哪里吐血呢？他心中说道。这种感觉他每个月都会经历。此时猩红之神的身影在烟尘中显现。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套，上面沾染了苏无忌的鲜血。但是那一副特殊材料所打造的手套，此刻居然已经出现了许多道裂痕了。在猩红之神看来，那个青年的最后一拳打出了让他都为之惊叹的力量。猩红之神缓缓迈步，走向如同风中残烛的苏无忌。他身上的杀意越发浓烈，已经凝如实质。如果你不愿意交出基因编码手册，那么一切就要结束了。猩红之神缓缓开口，这冰冷的话语似乎在宣判着今日之战的最终结局。武田羽衣的心缓缓地沉到谷底，他下意识地看了倒在自己身上的男人一眼，本能地伸出双手抱着对方的脑袋，似乎这样能够给濒死的自己多带来一些安全感。但即便马上要死了，武田羽衣的心里面却好像没有任何的慌乱失措。留下来，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一点都不后悔。而且能目睹这一往无前的一战，他的心里似乎都没有多少遗憾了。然而就在猩红之神再度抬起拳头，即将轰向那一对年轻男女的一刹那，嗡，一道无比清越，仿佛能斩断时空的刀鸣，毫无征兆地响彻在这一片夜空之下。那一声刀鸣，仿佛带着斩断灵魂的锋锐，要将这沉沉黑夜一分为二。苏无忌的眼中骤然爆发出明亮的神采，而猩红之神那蓄势待发的拳头也硬生生凝滞在半空。武田羽衣这时候也瞬间明白了过来，苏无忌的抢援终于到了。或许对方早就到了，只是出于某种原因一直没出手。再来晚点，你就要死了。武田羽衣仍旧躺在地上，双手依然抱着苏无忌的脑袋，随后纠正了一下自己的说法。我们就要死了。不会的，苏无忌说道。因为我不会和你死在一起。武田羽衣松开了双手，淡淡说道。我也一样。强援来到，苏无忌此刻心情大好，仿佛身上的内伤都轻了好几分。他抬起了脑袋，尽力撑起了身子，顺手在武田羽衣那紧致的小肚子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夸奖道：还挺软和的，枕着挺舒服的。武田羽衣愣了一下，随后反应了过来，语气里似乎带上了微恼之意。你刚才都把我撞疼了。是你太娇弱呢。苏无忌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心思，随即补充道：你不用练出腹肌，现在正好，以后继续保持。说着他咧嘴一笑，露出了染血的牙齿。武田羽衣别过脸：关你什么事？我的小肚子和大腿上都还是你的血呢，黏糊糊的，难受死了。不管是从外表上看上去，还是从皮肤之上的感受来说，此刻的武田大小姐都像是来了大姨妈似的。随后她抬起头看向了前方，一道身影仿佛自夜色之中凭空出现，
已然悄无声息地立于苏无忌与猩红之神之间。他穿着一身简单的黑色战斗服，衣服表面没有任何装饰，身姿挺拔如松。这个青年的手中握着一柄长刀，刀身狭长，弧度完美，在清冷的月光下流淌着秋水般的寒光，内敛又深沉。刚才那声清越的刀鸣，正是源自于这把刀。夜风拂动他额前的碎发，露出一张与苏无忌有着4、5分相似，却更显坚毅冷峻的侧脸。来者正是苏念。绝境之中，强援中至。苏无忌咧嘴一笑：嘿嘿，哥，你来的可太晚了啊！我要是来得太早，不就看不到你这么惊艳的发挥了吗？苏念的声音平静，语调沉稳，不带丝毫波澜，说道：对了，是爸爸交代的，让我不要太早介入你的战斗。来都来了，还不忘给远方的老父亲的脑袋上扣上一口锅。苏无忌抹了一把嘴角溢出的鲜血。这老登他就不怕他的亲儿子被顶级天神活活打死？苏念说道：爸爸说了，如果你开口吐槽他，就让我告诉你，他当年也是被别人这么一路打过来的。恶心。苏无忌摸了摸鼻子，姜还是老的辣，他预判了我的预判。苏念虽然一直在和苏无忌对话，可目光始终平静地注视着不远处的猩红之神，并未扭头查看弟弟的情况，只是问道：你现在的伤怎么样？苏无忌大言不惭地说道：嘿，没多大事儿，一点都不疼。武田雨衣：我有点烫。苏无忌毫不客气：你活该自找的。不过他也已经习惯苏无忌对自己的毒舌了，倒也完全不会因此而影响心情。武田雨衣深吸了几口气，撑着身子站起来，低头看了看衣服上的血，不禁又抿了抿嘴唇，那儿居然浸透了他的血，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怪异了。苏念并未询问武田雨衣的情况，显然他也知道这姑娘的身份，不过对于老弟怎么把这妹子给拉到身边的，他现在还有点弄不清楚具体状况。猩红之神看着眼前突兀出现的青年，面具后面的眼光闪烁不定。对方的气质无比凌厉，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军刀，寒光四射，凛冽至极。而让猩红之神更加意外的地方是，他在与苏无忌交手的过程中，并未感受到周围有人在窥视。也就是说，这个青年对于身形的隐匿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境界了。猩红。苏念长刀微抬，刀尖遥指前方，语气平缓，但是其中却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锐利之感。你打伤了我弟弟，你这天神不想当了。猩红之神。你弟弟？说话间，他下意识地抬起手来，触碰了一下脸上面具的剑痕，补充了一句：他很不错，如果能活得久一点，未来的黑暗世界必有他一席之地。顿了顿，猩红之神补充了一句：其实现在他已经站稳了。其实在之前的交手过程中，猩红之神并没有倾尽全力置苏无忌于死地，他还想要通过苏无忌的手拿到列维的基因编码手册呢。自己的身上还存有一些隐秘的问题，还远不是完美之躯，而列维的研究成果是目前的猩红之神迫切需要的。想要突破天际线，站在黑暗世界的巅峰，这一份手册对安杰洛至关重要。苏无忌与他的实力差距确实不小，猩红之神也明显是有所保留。但他在和苏无忌交手之后莫名确信，即便今天没有强援出现，
想要弄死这小子，其实也绝非易事。不仅是自己，哪怕是奥丁和月神来了，结果也是一样。甚至猩红之神隐隐感觉到，苏无忌的生命力其实远不止于此，在他的体内蕴藏着极为可怕的潜能，只是他自己都还没有发现。等到这些潜能与生命力真正被激发的那一天，等到这小子彻彻底底的觉醒，或许放眼整个黑暗世界，就根本没人能限制住他的脚步了。即便是禁锢黑渊也不行。猩红，苏念一句话将对方的思绪拉回来，说道：你这么对他，知道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吗？这一刻，他的声音温度骤降几分，仿若每一个字都透着彻骨的寒意。猩红之神抬起那戴着残破手套的手，指了指周遭。我的人被他杀了这么多，猩红神殿的精锐训练基地几乎彻底陷落，你说我该不该杀他？说话间，他身上的气势开始骤烈地升腾而起，仿佛有一片无形的血海凭空而生，在这一片夜色下翻涌着足以吞噬生命的血浪。该与不该，由不得你定。你要动我弟弟，得先问问我手里的刀。苏念冷冷说着，踏前一步，周身气势如同出鞘的利刃，直冲夜空。他在用自己的气场与猩红之神的血海威压分庭抗礼，空气中仿佛有无形的力量在激烈碰撞，烟尘四起，飞沙走石。苏无忌也感受到了这一股极具压迫性的气势，忍不住咧嘴一笑。我哥真强啊，看来他以前在我面前还隐藏实力了。武田雨衣下意识地说道：念少爷还比你年纪大一些，等你过2年，或许就能超过他。这听起来像是客观评价，但也有点像安慰。然而苏无忌可不需要他的安慰，直接打断了这句话。你认识我哥啊？武田雨衣的眼光微微闪烁，低声说道：山本组的念少爷，我当然知道。毕竟领风组如今在东洋做得那么大，完全是沾了山本组主动隐退的光，不然的话，武田家族拿什么跟山本组竞争？武田雨衣在这方面一直很清醒，他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还是主动减肥的骆驼。在东洋国内，他始终把低调的山本组当成领风组的最大敌人，至于那些看似高调的忍者流派和武士门派，则是根本没被他放在眼里。所以第一眼看到苏念之后，武田雨衣有着微微的震撼，只是他很快便想到了苏无忌的真正身份，心中震撼的心情也就更多了。猩红之神深深地看了一眼苏念，淡淡道：你很不错，但现在还不是我的对手。说这话的时候，安杰洛的眼底涌现出了一抹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羡慕。对方还那么年轻，就已经达到了现在这般高度，而且明显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基因与身体改造，身体从里到外都是无比自然的，这是目前的猩红之神最想要的状态。苏无忌唯恐天下不乱地喊道：安杰洛，我哥是不是你的对手，总得打过才知道，只用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猩红之神淡淡说道：新生的力量总有一天要挣脱旧的枷锁，但并不是现在。苏念还未开口，武田雨衣却出声道：安杰洛，你曾经也是天才，也是那些枷锁的挑战者，可现在却说出了这种话，你不遗憾吗？猩红之神隔着面具看了他一眼，就这一眼让武田雨衣浑身发冷，
好像被丛林里的狼王盯住的感觉。过往的事情我已忘记。猩红之神冷冷说道。而现在谁提谁就要死。说着，他身上的气势陡然间暴涨，整个人化作一道血色狂风冲向了武田雨衣。显然对方的话把他激怒了，刺痛了。然而就在这一刻，苏念动了。他一抬手臂，一道凝练到极致，快到了超越视觉捕捉的刀光，已经暴掠到了猩红之神的咽喉之前。